今天我们来到世界第2大佛陀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出生的地方，位于青海的塔尔寺。这里海拔2696米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高反，所以喘气稍稍有一点不太顺畅。但是为了今天的视频，我最终还是出发来这个塔尔寺，不然没拍视频就很遗憾，白来了一趟，就难受也来吧。塔尔寺是先有的塔，后有的寺。今天我们将探索塔尔寺的前世今生，在这里我们还会看到很多虔诚的信徒。虽然我不是信教徒，但是也请你跟随我的脚步，一起为自己和家人们祈福吧。塔尔寺作为藏传佛教在青海最重要也是最大规模的寺庙之一，那像我们这种不信奉佛教或者不信奉藏传佛教的人，把它当做一个旅游景点来的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们今天一起去看一下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到了这个景区以后，一上来会有一堆观光车的地方。其实我们自由行的人是不需要坐观光车的，所以大家直接进售票处去买票，然后进就可以了。像这面很多人在等观光车，实际上他们都是团队友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为了区分这些团队，并且让团队分流一下的措施。然后我先开始看到这个楼，我以为这就是塔尔寺，结果后来发现原来这是售票处。我们先去买票吧，有点麻烦吧？购票。我们需要拿身份证吗？不用，不用啊。扫码了。还了。票呢？哇，很方便吧？很方便。刚才听说买门票要身份证，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身份证。我为我刚刚的无知道歉。我后面现在这才是真正的塔尔寺。大家注意，进来之后你门票千万别扔，因为你每进每一个，也不一定是每一个，每进大的点的时候，他会给你盖这个戳。所以你没有门票可能就会进不去。我后面的这8个塔就是塔尔寺的塔，然后里面其实还有塔尔寺的寺。塔尔寺是在1379年建立，到现在有600多年的历史。传说宗喀巴大师诞生以后剪掉脐带血，听说滴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白旃檀树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菩提树。然后在明洪52年1379年，宗喀巴母亲按照儿子来信所示，在信徒们的帮助下，以这株白旃檀树和宗喀巴所祭的狮子吼佛像为塔内的藏物，砌石建塔。这也是塔尔寺最早的建筑。我觉得我们这些不太信教的，其实来到这种佛教圣地，藏传佛教圣地，就抱着一种敬畏心态，然后去参观它的古建筑就好。一进大门，我们看到的这8座塔叫做八宝如意塔，是塔尔寺的标志性建筑，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一生中的8大功德而建的。这个地方一定记得拍照，是必打卡的地方。在这里会特别容易看到很多喇嘛在绕着这8座塔走圈念经，也会看到很多当地的信徒磕长头大拜。喜寿殿，看一下门票吗？谢谢。你好，这边不允许拍照。哦，好，不允许拍你，还是不允许在里面拍？里面就不能拍。哦 ，OK， 好。到寺庙里面，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以前听说过一个说法，就是在寺庙里面，如果你做摄像摄影的话，是容易拍到一些看不到的东西，所以禁止拍照。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啊，但是如果人家有规矩说不让你拍照的话，那就索性就不要拍。在塔尔寺里面，如果是供奉在大殿里面的塔，一般就是舍利灵骨塔；而在殿外面的塔，一般是为了纪念某件事而修建的塔。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塔，就是1942年抗战期间，这边的僧人为了祈求和平而建立的。我们在这个路上也会经常遇到很多喇嘛的师傅。你好，这里面是什么地方？这里面我看好多，这是游客吗？宗喀巴大师出世的地方。出世的地方？哦，就是那个建立者出世的地方。哦，我可以参观的，对吧？哦，谢谢。这个柱子叫做扎西达尔钦，意思就是吉祥经幡柱。柱子上面布满了经文，通过风的力量帮助它传送经文，可以祈福。一般在殿外只有1根柱子代表是个护法殿，2根柱子代表是个佛学院，学习诵经的地方。好，去检票啊，右手方向排队去检票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
啊。这里面刚刚进去以后不允许拍摄啊，其实里面有一个小广场，小广场上面有修行的人，里面有一个大经堂用来诵经的，现在没有在诵经的这个仪式，但是没有诵经的这个活动，里面会有一些佛像可以拜一拜。在这边你会很容易见到很多转经筒，可以去转一转，好运。但是注意，这个转经筒是顺时针走，顺时针转才会有好运哦。来，我替你们走一圈，转一圈，好运。哇，走一走这个转经筒，其实还挺治愈的，说实话。转走霉运，转来好运；转走霉运，转来好运；转走霉运，转来好运。哎呀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塔尔寺的艺术三绝，分别是酥油花、壁画和堆绣。碍于拍摄的限制，我很抱歉我的视频无法动态的展示，但是我想这也给了您更多的来塔尔寺参观的理由。其实我本身并不信任何教派，但是呢，就因为我现在在做自媒体，很多就是很玄学的东西，所以这次我来了以后，也是在比如刚才释迦神殿这种去稍微拜了拜，祈祷一下就是玄学的东西。我刚刚特意问了一下这边的导游，说店外可不可以拍照，他说只要不对着信徒拍就可以拍，所以大家注意一下，尊重一下这面的信仰信徒。这面你看到大殿的周围会有很多人在顺时针绕着转这个大殿，是因为在他们这个佛法里面，顺时针是比较符合宇宙运行的规律的，所以包括提到的什么法轮这些，其实都是在顺时针转。所以大家来了以后可以稍微转个1-2圈。外面的白塔就是塔尔寺的塔，然后这个大殿，不能拿手指，要这样托着。这个大殿就是塔尔寺的寺，是在那个塔建后130多年以后建的这么一个殿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观藏传佛教的圣地的话，那么其实是应该值得请一个导游来讲解一下的，因为确实自己看是看不太懂的。当然这面的导游非常多，所以实际上如果你来这面塔尔寺的话，是可以蹭到很多的讲解的。我为什么不请导游呢？是因为第一个，我对这种历史真的没有那么，或者宗教的东西没有那么有兴趣。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，但是我请导游的话，导游讲完我基本上是左耳进右耳出，当下会觉得好有意思，或者说当下这个旅程里面只有一个点或者2个点会非常的印象深刻，然后其他全忘掉，所以就会有一点浪费。在那面一群大殿的旁边就是十轮经院，它这儿很多的拜是要去2楼才能拜，然后我后面这个叫做十轮经院是唯一一个我主动上了2楼去拜的，是因为这里面有财神，叫财宝天王，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至少我们要拜一下财神。求智慧的一定要来拜一下文殊菩萨。哇，这边是藏经楼，文殊菩萨殿。这个藏经阁文殊菩萨殿真的很肃静，就是周围人也比较少，因为它比较深入到整个园区里面了，已经是应该是倒数第2个殿了吧，所以人相对也比较少，非常肃静，在这儿就有一种很静谧的感觉。这里感觉应该是可以逛的最后一个殿了吧，密宗经院。这个密宗经院里面应该正在举办什么仪式，你还在诵经吧，你还能听到里面的用敲鼓和诵经的声音。这塔尔寺说起来真的不算太大，跟布达拉宫比起来真的规模小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在青海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必游的景点。耗时差不多2到3个小时吧。我看到导游在去讲解的时候，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店都会带你去，所以请不请导游大家自己斟酌。我强烈建议你们上午来啊，因为上午我觉得人还蛮少的，下午这人也太多了，乌泱乌泱的。
我真的不是一个做导游的料，但是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游客。那今天的这个体验啊，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怎么样，对塔尔寺。所以你有没有意愿来到青海去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些藏传文化？评论区可以聊一聊。